为什么中国富豪会沦为美国的阶下囚？前段时间，一位消失多年的中国富豪突然被爆出在美国宣布认罪，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因为这个人的身份非常特殊，他就是当年国内最奢靡会所天上人间的老板秦晖。他会所里的花魁在家中遇害，这起案件至今都没有侦破。这位曾经在中国夜场界呼风唤雨的亿万富豪，人间蒸发了那么多年，如今却为什么会在美国认罪呢？秦晖1968年出生在北京，祖籍是四川达县，他父亲在航空航天工业部工作，母亲是个老师。秦晖在中关村二小上学时，有个女同学叫林青，家里挺有背景的，后来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秦晖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了航天部的一个下属单位。1991年，秦晖下海自己单干，组建了商贸公司，主要搞铁矿石进口，很顺利就挖到了第一桶金。1995年的时候，秦晖通过他的妻子从中牵线搭桥，认识了当时的建航行长张恩照和首都机场董事长李培英。在他们的一番运作下，秦晖靠着一个特殊背景的公司做担保，顺利的从银行贷出了180万美金。接着他从一个台商手里把一家夜总会给买了下来，并更名叫天上人间。天上人间就在北京东三环长城饭店副楼的西侧，位置相当好，内部的装修也是极致奢华。也是在同一年，奥维斯太子酒店在东莞动工，于是就有了北有天上人间，南有太子酒店这两家娱乐行业的代表。为了提高夜总会的知名度，秦晖在2003年改造的过程中，光是装修这一项就花掉了1.6亿人民币。天上人间作为京城最顶尖的俱乐部，营业面积达到了12000平米，整体是那种特别奢华的欧式装修风格，里面有大小40个豪华包房，音响用的都是从英国原装进口来的。不管你喜欢哪种类型，只要天上人间没有，那只能说是我们的失误。天上人间敢说出这样的话，在当年可谓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对外公布招募服务员的要求，放到现在看来也是相当的严苛。年轻女性年龄必须在20至28岁之间，起步就是大专学历，身材管理要好，身高1.65米到1.75米，漂亮是基本要求。空有一副皮囊还不行，必须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如果还会其他语言，也是面试的加分项。通过面试之后，还得经过1个月的严格培训才能上岗。据说当年的服务员不仅能聊风花雪月，还能聊热点时事，甚至还得能聊历史。里面不乏有模特行业、艺术院校以及研究生学历的女孩，个个样貌出众，多才多艺。当然了，天上人间之所以被炒得那么神乎其神，主要还是因为能在这儿消费起的个人很少。大厅的入场门票最低得要120块，最便宜的包房那也得2800块钱起步，最贵的包房能到上万，而且还得加收15%的服务费，再加上一些酒水饮料，一个最便宜的包房一晚上的消费起码都得上万。要是还想找人聊聊天，陪聊价1000元起步，小费上不封顶，完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销金窟。天上人间在鼎盛时期，里面有4大花魁坐镇，引得无数男人流连忘返。当年的花魁之首梁海玲，光是跟他聊天的价格就要5000元。可惜在2005年的时候，梁海玲被发现死在了自己家中，凶手至今都没有找到。梁海玲作为花魁里的头1号，虽说不是最漂亮的，但她的情商可是相当的高。1995年，梁海玲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河北的一个地方当会计。由于经常跟钱打交道，她觉得自己的工资实在太低了，赚的钱根本不够花，于是她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天上人间做起了服务员。由于她出色的谈吐，为人处事都想得非常周到，很快她就在这个风月场所里混得如鱼得水。要说让梁海玲名声大噪的是一位叫黄任中的台湾富豪，他第一次来到天上人间，一眼就看上了梁海玲。他压根不绕弯子，拿出一张支票说只要陪他1晚，价钱自己填。面对那么直白的邀约方式，梁海玲试探性地填下了100万。黄任中看到金额哈哈大笑，说了一句：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啊。梁海玲真正被捧入神坛，是因为一场花魁争霸赛，客人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姑娘比拼财力，
金额最高的就能夺下头牌。当时有一位叫思玲的姑娘，各方面条件都很突出，也是最有机会获得第一名的。可黄任中为了哄美人开心，豪掷400万，直接让梁海玲一举夺下魁首。梁海玲这个人非常聪明，她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通过自己的方式，借着天上人间这个平台，结识了许多富豪。在一些客人的支持下，她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富婆，开上了跑车，住上了豪宅。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梁海玲应该很快就可以脱离天上人间，并且还有花不完的钱。可就在这个时候，梁海玲竟然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豪宅里。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她的死状相当凄惨，浑身上下都是伤痕，就像遭受过虐待拷打。家里也被翻了个底朝天，首饰现金都被洗劫一空。而且有一点非常奇怪，有些地方的墙壁和地板都被凿开了，凶手就像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据说当时警方锁定了一名叫王大伟的嫌疑人，这个人是梁海玲生前包养的情人，但是他好赌成性，隔三差五就找梁海玲要钱。时间一长，梁海玲厌烦了，就提出要分手。当时查监控发现，梁海玲被害的那晚，王大伟和他的表弟在他的别墅前面出现过。警方赶到王大伟的出租屋，发现这两人已经逃出境外，而且是跑到了洪都拉斯。我们国家去年才和洪都拉斯建交，所以当时要抓捕这两个人非常困难。正当警方为抓捕他们头疼不已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消息说这两人在洪都拉斯被人给暗杀了。这下线索就彻底断了，所以好多人就猜测梁海玲可能是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所以才有人想要她的命。而且事后一查，王大伟那时候欠了70万的赌债，可他就只盗走了20万的现金，接着就跑到洪都拉斯去了，很大可能是想营造出一种谋财害命的假象。这么多年下来，天上人间这个风月场所也确实给秦晖挣了不少的钱，还让他结识了无数的权贵大佬。他在最鼎盛的时候成立了新美传媒，那时候在全国有3000多家影院。2004年左右，新美开始不断扩张，旗下有17个分支机构，还有好多家上市公司。他的固定资产已经接近20亿人民币。秦晖经营风月场所倒是挺在行，但在其他行业领域却暴露出了短板。除了电影行业能挣钱以外，他收购的好多家公司都是亏损的状态，这就导致新美集团的现金流也出现了问题，债务越滚越大，让他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05年，也是梁海玲被害的同一年，秦晖也退出了天上人间。没有人知道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必然联系，可也是在同一年，他的靠山张恩照和李培英都出事了。张恩照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李培英则被判处了死刑。在司法材料中，秦晖累计给了李培英1800多万，占了总金额的70%。这两起案件，秦晖都被卷入其中，还多次被带走调查，可他却一直安然无恙。2010年5月11日，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一带警笛声整晚都没有停过。有人认出警方行动的方向就是东三环那个纸醉金迷的销金窟天上人间。在抓捕行动的当晚，查获了好几百个有偿陪侍的服务员，个个明艳动人，风姿出众，用美女如云来形容，那是一点都不为过。不过当时秦晖早就退出了天上人间，他人间蒸发了6年，一直到2018年，秦晖才又现身了。就在那一年，他想要买壳上市，还虚报增收，结果被监管部门严查，彻底泡汤。不止这样，从2018年开始，新美就爆发了一连串的危机。最多的时候，旗下有2/3的影院暂停营业，拖欠影院员工的工资，还拖欠供应商货款以及片方版权费高达数亿元，最终被起诉到法院，部分影院还被列入失信名单。秦晖也变成了老赖，从那以后就再没缓过来，只能逃去国外。本以为跑到国外就能安然无恙，谁知在2023年10月2日的时候，秦晖在曼哈顿广场酒店的一间公寓里被抓了，罪名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据媒体报道，秦晖跟他前妻虽然离婚了，但两人一起住在纽约长岛，
他们的关系特别糟糕。2023年9月，秦晖前妻曾公开表示，秦晖用暴力手段把他卧室门给砸坏了，平时还会对他拳脚相向。而凑巧的是，2023年10月，秦晖就被抓了。这也让网友觉得，秦晖之所以会出事，多半是他前妻弄的。这里要说明一下，他的第一任妻子林青在96年时就因病过世了。后来他与一名刘姓模特结婚，2021年的时候，两人办理了离婚。这里说的前妻就是这位刘姓模特。在美国，秦晖被指控以幽灵捐赠的方式进行政治献金，说白了就是打着别人的旗号去捐赠，实际上钱是他自己出的。在2021年到2022年期间，秦晖和2位共犯给一位公职人员捐献了1万美金。这期间，还有人替秦晖又给这名公职人员捐了1000美金。另外，秦晖还被指控在申请美国永久居留证时提供虚假信息。秦晖在2018年办美国永居身份的时候，和前妻一起声明他没使用过别的名字。可检察官指出，秦晖实际上有好几个名字，而且在不同场合用过虚假身份。除了上面说的那些问题，秦晖还面临更大的麻烦。有一家跟他有债务纠纷的中国公司专门跑到纽约起诉他，要求执行他4.5亿美元的国内仲裁判决。据说当时仲裁开始执行的时候，他立马把自己长岛的房子以10美元的底价转给了前妻和前岳母。2024年3月18日，秦晖在纽约地区法院认罪，因为要是不认罪的话，一旦罪名成立了，他就得面临最高27年的监禁。认罪之后，刑期将下调为6个月。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秦晖同意服刑期满后就离开美国。不过他也有个要求，就是不能把他遣送回国，而且还得对他的去向保密。秦晖从顶级夜总会的老板到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最后沦为了阶下囚。现在就连见孩子都成了奢望。他的经历可谓是波折不断，他的结局也难免让人唏嘘。可是所有的一切又能怪谁呢？